自带鲜明的度假风。这张著名的户外庭园椅阿蒂伦达克椅有着高高的椅背，还有微向后倾的座椅，椅身靠近地面，让人一旦坐上就很难不放松，或是不在上面打个盹儿。阿蒂伦达克椅的另一个特色是宽大的扶手可以放置饮料或是餐盘。那么这张椅子又是从何而来，又为什么受到大家的喜爱呢？阿蒂伦达克椅太理所当然地融入了我们生活，以至于我们都不曾停下来想过这张椅子的起源。其实阿蒂伦达克椅的历史背景并不是那么的清楚，历史学家也不敢100%的确定它的起源地是否符合它的名字。阿蒂伦达克是位于纽约的山区，若真要为这张椅子写下族谱，最有可能的祖先就是韦斯伯特椅 （Westport Chair）， 起源于韦斯伯特市，也有人称为西港市，是一个纽约的山区小镇。阿蒂伦达克椅在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名字，今日所流行的造型是以纽约阿蒂伦达克山区命名，可能是由于这款室外椅是当年在空气清新的阿蒂伦达克山区中一个为肺结核病患所设立的温泉疗养院里开始流行，因此而得名。大约在1900年，在纽约上普兰湖岸上，有一名叫做汤马斯里的男子，决定要为自己的避暑小屋做户外座椅，好让他和他的家人能够一起在户外享受湖畔美景。原先他有不同的设计方案，但他们统一的设计目标都是需要坚固耐用，同时还要能让人舒适地依靠在椅子上享受户外生活。汤马斯里出生在 Massachusetts 的一个富裕家庭，他们经常到纽约州一个叫做韦斯伯特的小镇度假。汤马斯里的家族在阿蒂伦达克山区中的上普兰湖畔上有一个湖滨小屋，因此家族成员常常把这个湖滨小屋当作出游的去处。湖滨小屋虽然舒适，但是汤马斯希望好还要再好，因此放话说要为户外休闲生活设计一张完美的椅子。汤马斯的侄女玛丽里在1962年的信件中写道：我隐约记得汤姆叔叔将木板钉在一起做成一张椅子，然后邀请很多家庭成员试坐，并告诉他哪个角度坐起来最舒服。接着他改良了椅子，将椅子扶手的部分改成又平又宽，好让我们可以在上面放置饮料杯或是酒杯。由于阿蒂伦达克山区位于纽约的北方，它的冬天湿冷，但夏天却干热。阿蒂伦达克山区内沼泽多，地形崎岖不平，土地湿软，气候潮湿又风大，冬天可以说是酷寒。这样夏冬差异如此大的环境，一般都市内所使用的塑胶折叠椅可没有办法应付这种天气。要能够适合这样的天气，需要坚固耐用又能适应当地气候的木材。汤马斯里最终定案的设计稿是将11片木板定制而成一张户外椅，也就是韦斯伯特椅。相较于当时所流行复杂雕饰的维多利亚风格家具，阿蒂伦达克椅结构简单，反而让人坐在椅子上时有比较宽裕的空间。哈利·包内尔是汤马斯里的一位木匠朋友，他拥有自己的木工工作室。1903年，哈利问汤马斯有没有赚外快的机会来为严冬的淡季做准备。之前提到，汤马斯是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他并不需要额外的收入，而且他也很想要帮助自己的朋友。汤马斯将自己度假期间所设计的椅子图稿给哈利看，并告诉哈利依照图稿制作户外椅，并拿去贩售赚取外快。没想到东岸的居民非常喜欢这张新式设计的椅子，纷纷购买，并造成了空前绝后的销售量。这让哈利进一步申请了这个设计的专利。只可惜哈利并没有将这份功劳分享给原发明者汤马斯里。最原先由汤马斯所设计的韦斯伯特椅是由单一块厚木板做成，木板上有些不平整，还可能会有木节。虽然哈利是拿了朋友汤马斯的设计点子，但他也放了心思提升椅子的品质，例如用较好的杉木当作板材，运用3到6片比较小的木板拼成舒适的椅背角度。因为这些小改变，让人们相当喜爱这张椅子，甚至只要看到这张椅子，仿佛就能感受到夏日的氛围。
包内尔的杉木韦斯伯特椅成功的在市场上销售了20年。1938年，一名叫做欧文·沃平的设计师也参考了汤马斯的原创点子，将其做了一些修改与调整，命名为草坪椅，并提出专利申请。欧文·沃平的椅子就和韦斯伯特椅一样，有圆形的椅背以及相同的轮廓。这张草坪椅应该是阿蒂伦达科椅的所有复制品中最广为人知的。你是不是已经被许多名字弄得很困惑了呢？其实这张椅子还有更多的名字。在加拿大，这张椅子被称为别墅座椅 Muskoka Chair。Muskoka 是一种小木屋类型的名称。在法国，这张椅子被称为罗伦森椅。罗伦森是魁北克的一个度假胜地。那你是不是已经看出了其中的关联了呢？不管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阿蒂伦达克椅总是会与大自然、休闲度假胜地形影不离。阿蒂伦达克椅出众的外观以及出奇的舒适度，让它成为人们放松身心灵最完美的休憩座椅。它能够不违和地出现在海滩上、山林中，或者任何一处你心之所向的地方。我们现在会看到摇椅版本，或者是椅背呈现弧度的阿蒂伦达克椅，但这些新奇的设计都比不上经典阿蒂伦达克椅的受欢迎度。制造商在制作经典阿蒂伦达克椅是用3到6片木板打造挺直的椅背。品质最高的阿蒂伦达克椅是用柚木做成。柚木是一款强韧的木材，使用年限能持续好几年，也能抵抗各种天候变化。现今市面上有不同材质的阿蒂伦达克椅，例如松木、胶合板或者是合成塑胶。由于阿蒂伦达克椅的结构并不复杂，喜欢动手 DIY 的人甚至可以动手制作自己的阿蒂伦达克椅。阿蒂伦达克椅原本就是为了有严寒冬季地区所设计的户外椅，它本身的板材能够抵挡寒冬的冰雪与夏天的酷热，但有些住在比较寒冷地区的人们还是会在冬天的时候把阿蒂伦达克椅移入室内，以延长它的使用寿命。最一开始，汤马斯里是用杉木板制成阿蒂伦达克椅。选用杉木的原因，单纯是因为阿蒂伦达克山区容易取得杉木。除了刚刚所提到高规格的柚木阿蒂伦达克椅，现在制造商也会运用一些比较稀有的树木当作板材，例如雪松木或者是尤加利木。这些高规格的木材不容易腐烂、氧化，也比较能够抵挡虫蛀、朽败或者是其他原因所造成的伤害。以上所述的这些木材成本都是影响阿蒂伦达克椅价位的原因。不同的制造商也会注入不同的特色巧思，例如杯座、椅背枕头处、歇脚处或是遮阳等等功能。阿蒂伦达克椅早已非常普及于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以在私人的阳台、住家后院、海滩、公园、度假中心或者许多观光景点看到阿蒂伦达克椅的出现，同时也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颜色与尺寸。虽然一开始阿蒂伦达克椅的目的是为了户外生活，但有些人实在太爱这张椅子了，也会把它放入室内空间运用，打造出乡村农舍的室内风格。阿蒂伦达克椅本身的存在不仅仅是一张户外椅子，它也是设计史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今天户外休闲椅阿蒂伦达克椅的介绍就到这边，谢谢你们的收看，拜拜。